前文再续，书接上回。前文再续，书接上回。本集前半部分，我小屋的素材极度缺失，印象中以前也拍过，但频繁搬家当中曾经坏过2个硬盘，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样，一旦失去了，就永远也不会再有了。以后有机会用 3D 软件再做一个吧。2011年在吸引力住的时候，我把西7楼的那个房子租出去了。这个租户吧，就是下一个我要说的情况了。在实在不想继续忍受吸引力这个小区的综合噪音后，当时也没什么去处，也不想因为租房花钱。这回头有时间单开一篇讲讲我工作的这10几年，所以那时候就考虑要不就回我小屋住，起码也是自己从小长大的住处。虽然房间小，但是其实住在里面还挺温馨的。只是我媳妇过来就没地方睡了。那屋里只有我小时候用的单人钢丝床，而且马上入冬了。楼道窗户和小屋的门，小时候我爸找人搭的木质的隔断木板墙也四处漏风。虽然电视小时候从楼道接的电源，但那个就是给公共楼道那些灯供电的，所以带不起来什么电器。那个冬天，我记得就摆了个笔记本电脑、小电视和小电暖器，就这样凑合了一个冬天。2013的11月8号左右搬到我的小屋，然后估计是14年的3月份左右，租房的退租搬走后，我住回了我家大屋。我和我媳妇那时候也有车一段时间了，这次搬家回玉泉路方便了很多，确实有车了，面子上也不那么难堪。毕竟当时是为了躲开收破烂的搬走的，现在又折腾回来了。要是没车，心里还真难以接受。几天的功夫就把我放在吸引力内的所有东西都搬回了我的小屋，一部分放在了媳妇家，她家和我都住在国防大学院里。我那小屋其实也就8到9平米，它其实就是在楼道尽头打了木头加木板的隔断屋。后来院里也发现很多人家也这么干，但人家都是正经直接上砖头弄出一个正经的房子来，我们还是太保守了。当时弄这个小屋是我小时候，因为我爸白天需要安静画画工作，我妈又在西单那边一个神秘的机关工作。记得小时候她给家里打电话显示都是000，反正白天要骑车回来给我们弄饭是不太可能的，所以家里就托关系找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来帮家里做保姆。记得那时候还得开介绍信，那远房亲戚才能来北京。也因为那时候我爸在院里当教员，既偶尔在家工作，所以白天就只有阿姨照顾我。单住的话只有一个3001的那个大屋，实在不方便住，所以才在楼道里打了个隔断。这小屋里当然没有暖气，但是有个楼道的大窗户，冬冷夏热。进门左边有冰箱，小时候一直用的是雪花冰箱，很多年后换了好像是美的还是什么的。冰箱上面还放着微波炉，那是松下的，但是那80年代的微波炉，直到前2年出国前还都一直用，它就是不坏，神奇了，现在在媳妇妈家继续服役。右边靠墙有一个双开门衣柜，衣柜里经常藏着我的游戏机和漫画书。衣柜对面有个还没有我就已经存在的玻璃门书柜，那柜子的侧面还有画着我各个阶段的身高的记录。可惜那柜子在前些年西7楼大清理期间统一被收走砸碎，我的小屋也是在那时候一并被拆碎。在那些年几乎同时被拆的还有我的小学，北京市西城区东山小学，北京市西城区29中学。话说回来，那衣柜和书柜中间大概有估计50厘米，刚好还能过人。衣柜旁边前就是书桌，紧挨着书桌的就是我的钢丝床，所以2.5米宽，长度估计4米左右的小空间里，也就只能放这些东西了。我墙上有个开关，
那是控制这个部分的楼道灯的。但因为我这小屋的电机的楼道的，所以这开关刚好用来当这个整个屋子的总闸。但后来有了电暖气，我这小屋很容易超负荷，没事就跳闸。其实说实话，如果现在还要我回去住，并且那个捡破烂的全家都挂了，我还是可以回去住的。毕竟是长大的地方，怎么都能接受。只是那房子还有那公共厨房和厕所，就比较难为孩子和媳妇了。我那小屋，关上门，书桌上的台灯一开，暖黄光还是挺温馨的。尤其小时候，我们那部队大医院一到晚上熄灯后之后真的是安静，所以很怀念小时候的那个大院的。另外，听说这2年一人希望把里面还在住的都尽快轰走，煤气已经不给了，所有还住在里面的人只能电磁炉做饭，并且还弄了集中刷卡洗澡的地方。以前大家都是在公共厨房自己打的小隔断，在里面洗衣服洗澡。说回我这次搬回去的时候，我的大屋已经租给了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一家人了，夫妻俩带个小男孩，孩子大概也就4、5岁的样子。其实租给他家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吸引力住，没怎么回去过那院，租金也都是媳妇回他妈那的时候帮我收的。我并不清楚他们家实际使用房子的情况，但我这次住回去后才知道，他们家也挺能折腾的。虽然比我这吸引力这小区那些丛林高手好多了，但是他媳妇经常性的在家里开心的唱歌。他媳妇唱歌其实还好，唯一的毛病就是老单曲循环。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，刚知道是套不是跑。问题是他那儿子几乎每天都会摔到几次我家那木的圆凳子。那凳子我倒是不心疼，可我心疼我那竹地板，因为那个房子装修好没多久我就搬走了，墙面地面几乎是全新的状态。后来也跟他们说过，这事儿房子我自己一点点盯着装修的，也是希望能好好对待它。不过后来又发现墙上没有经过我同意，在墙上打眼，自己弄了铁丝在屋里晾衣服。我心说，我这刚和你们家说完没多久，这我咋开口再说？几个月后他家合同正好到期，抱歉了，您家还是另找别处吧。我这房子装完没几年就快千疮百孔了。他们搬走后，我就又搬回了大屋。其实她老公人挺好的，平常见面打招呼，偶尔还聊2句。搬回来之后，又重新回到了几年前的状态。捡破烂的还是在那儿，每天照旧开着门，大声开着电视，人也不在屋里。照旧白天晚上的在楼道里采易拉罐，整理那些破烂。而且还多了几个毛病，有时候可能垃圾破烂收没了，上楼梯的时候，那老头恨不得从1楼开始，走几步就喊一句摸犊子桂花，我爱你。但到现在我一次都没听清过到底是什么花儿。不过是什么花儿不重要，牛粪是找到了。然后老太太也是，自己下午回来的时候走楼梯上了，没走几步，嘴里一直说一句欧式，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咒语还是什么下水道小语种。反正一听这欧式，就是老太太回来了。什么他妈花儿，我爱你，就是老头回来了。后来偶尔晚上我和媳妇俩人看电视剧，夜里一块去上厕所，夜里男厕在走廊尽头，女厕更是要再拐到另一个尽头。要是赶上闹肚子，我们楼的女性微信步数稳居第1。所以晚上她要上厕所，我基本上就陪着她一起去，而且楼道里又黑。后来好几次大夜里碰上捡破烂的也出来上厕所，发现这老登每次出来光着身子，只穿个破了不知道几个洞的大蓝裤衩子，从自己家走出来跟在我们后头，或者我们跟在他后头看他那洞里露出来的老屁股蛋子，一路就这么露着风就进了厕所了。就他那内裤上那洞的数量，基本上撒尿都不用脱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